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次影片，小编我分享了一家与股民们息息相关的上市公司 Bursa Malaysia， 并看看他们未来可能将会遇到的问题。那么今天小编我将会做一期比较特别的影片，也就是来看看马股今年上半年的表现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到了今时今日的地步。此外，也来预测一下下半年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势，和有哪一些领域是值得关注的。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在这里，首先想问问大家，觉得上半年的马股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比去年来的吃力，而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风顺水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其实也不必惊讶，因为许多人都像你一样。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股市在前半年平平淡淡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又一直在卖票呢？这一些问题在接下来的影片里，小编我将会一一的为你们解答。而且先要让大家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才能清晰的去判断接下来下半年的布局。那么今年上半年的股市平淡如水，我们可以把问题归咎于这3个原因，那就是第一，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国疫情依然高居不下，甚至天天破新高，热入过万不是梦。那么第二，就是在前半年我国的疫苗推出计划是比预期来得慢的，而这也导致今天疫情严峻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么第三，就是在上半年我们反复无常的政治党派斗争似乎又开始躁动起来了，也就是因为这3个主要原因导致了今天的地步。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就比如撑着马股的手套 ASP 下调、银行隔夜利率 OPR rate 低迷等等的原因。那么这一些原因也就是直接导致了马股上半年的外国机构投资者和本地机构投资者是敬而远之的，纷纷成为了净卖出的机构。首先我们先来看外资机构，在上半年他们是一共写下了 4.2 个 billion 的净卖出，虽然比起去年的2020年上半年的 16.2 个 billion 和2019年上半年的 4.6 个 billion 都来得低，但是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和2019年国家政治不稳定，所以外资也成为了马股连续2年半的净卖出投资者。此外，如今的政治不稳定加上我国反反复复的 MCO 封锁令，也将使外国投资者却步，所以预计下半年的马股还将不会受到外国机构的青睐，除非我国政治有稳定的迹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本地的投资机构，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国的本地机构投资者是卖得最凶的机构，一共写下了半年 6.2 个 billion 的净卖出，比外国机构还多。这也已经是自从去年上半年本地机构投资者净买入9个 billion 之后，剩下的2020年下半年和2021年上半年都是净卖出的姿态，而其中的原因肯定离不开之前提到的因素。此外，我们也能判断，就是在疫情开始爆发的2020年上半年，本地机构投资者都是在净买入，如今做出一些套利的动作也不是不可能。那么2大机构都在净卖出，到底2021年上半年谁都把这些票买下来了呢？没有错，就是强大的散户。散户自从2019年就一直是净买入的投资者，在2021年甚至达到了 8.2 个 billion 的净买入，而且总投资额也在这个季度傲视机构投资者，可谓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之后我们也来简单的回顾，在这6个月内马来西亚都发生了哪一些足以影响股市的重大事件。我们回看1月份，开年就传来了3枪直击股市。第一枪 MCO 2.0 的实施，严格封锁令回来了。之后第2枪就是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不能开，那这就直接影响了外资的喜好，因为外资也不是瞎的，难道紧急状态真的是为了对抗疫情吗？之后第3枪，疫情升温，民众也开始出现了防疫疲劳的征兆。那么对比开年就不是很顺利的1月，2月份就显得比较明朗。其中的原因就是政府放松了一些行动管制，然后再推出了疫苗计划，之后再延长 IDSS Intraday Short Selling， 也就是卖空，
直到2021年8月29号。虽然这些都没有实质的行动，但是从市场的情绪上来看，这也就让市场原本紧绷的情绪释放了许多。那么接下来的3月也就是一个比较开朗的月份，随着汽油价走高，丁丁哥3月18日宣布经济刺激计划，大派糖果，和多州宣布结束 MCO 封锁令，这就导致市场更加的明朗化。但是好景不长，因为一旦疫情好转，政治方面就会开始斗争。就在3月，巫统就宣布和土团党切割的计划，这又把明朗的天气添加了一些乌云。之后来到4月份，就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月份。喜就是马来西亚2大电讯龙头将要合并的消息，让市场活跃，和巴生谷的 MRT3 工程得到了批准。之后忧就是在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疫情又开始升温了。然后来到5月份，封锁令 MCO 又再一次像罗蒂加那一样翻到大家的脸上，股市也就在严格的封锁令和没有好转的疫情下度过了平平淡淡的一个月。之后6月相信也是最头痛的一个月，因为整个雪州基本上都进入了 EMCO 状态。此外，疫情也再一次的升温，但是政治家还是有时间做政治斗争，最后也将就了一个短暂的国会行程。那么如果用4个字来形容2021年的上半年，民不聊生应该非常贴切。股市也像买了去荷兰的车票。那么是不是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的股市也是在经历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并没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和泰国的股市中，只有我们的马股综合指数是呈现负面表现的，达到了 5.8% 的负回抽。之后再来看我们马来西亚的股市对比全世界的股市，依然是独秀一枝的红色。那么看完了如此悲惨的上半年，投资者们是不是觉得马来西亚的股市要完蛋了？未来还有什么曙光来打救我们这些小散户？接下来应该期待些什么？股市还会跌吗？我们是不是到谷底了？很多问题相信都会浮现在投资者的脑中。那么接下来就让小编我为大家讲解下半年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期待，又有哪一些领域是我们可以关注的。那么进入正题之前，请容许小编我打个小广告。如果有朋友想要学习如何以最快的方式快速上手马股，看懂股市里的各大指标、财报和技术图，并且使用技术分析指标帮助你快速判断进出场点，那么扭转乾坤所举办的新手教学班和技术分析班肯定是你最好的选择，保证物超所值，让你少走冤枉路。此外，如今也有一个限时优惠配套哦，原价336令吉的课程，现在只需要288令吉就可以加入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私信小编报名哦。那么回到正题，首先就来先说说马股下半年投资者可以期待的事情吧。那么第一就是疫苗接种速度，如果以如今的速度进展，全国的疫苗接种率预计将可以在今年10月达到 88%， 这也将大大减低重症患者和死亡率。那么对国家的经济又会有什么影响呢？简单来说，就是 MCO 得以解封，虽然现在也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人们也可以放心一些，经济活动也能照常运转，而股市也将会比较明朗化。但是疫情恢复也将预料到政治方面将会进入更激烈的斗争，所以下半年的情况依然是喜忧参半。那么还有2项事情也是要关注的，那就是我国9月20号的第12大马计划和10月29号的财政预算案，主要就是关注到底有哪一些受惠的领域，其次就要看财政预算案是否会通过，因为这将关系到丁丁的相位，也牵连到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性。那么除了财政预算案，还有哪一些时候是丁丁的相位会受到威胁的呢？这里也为大家列出，那就是9月6号到30号为期15天，和10月25号到12月16号为期32天的国会会议。因为在这些时候，只要议长通过丁丁的不信任动议，那么一旦投票结果是现任首相少过半数议席支持的话，那么首相就会被推翻，而政治就会开始出现动荡。但是先别说丁丁失去半数支持，就连要议长通过首相的不信任动议的可能性其实都不高，所以要推倒首相看起来也并非简单。说了这么多，那么这件事情又会怎样影响股市呢？
那么很简单，第一，如果疫情得以控制，并且 MCO 解除，经济恢复正常，那么很有可能本地机构投资者将会回流马股，这也将会带动股市的情绪。但是反观政坛上的动荡，则将会吓走外资，对马来西亚的股市敬而远之。那么说了这么多，到底有哪一些领域是在2021年下半年投资者可以注意的呢？这里小编就为大家说出其中的4个领域。那么第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复苏领域，而原因很简单，受到疫情影响的复苏领域，当疫情受到控制之后，当然会有所提升。那么这个领域小编我也分享过很多次了，今天就不多说，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回到之前的影片了解更多。那么来到第二个，那就是并购与收购公司的主题。这是因为在疫情期间，有一些公司面临亏损，无法继续营业，而只能被一些资金雄厚的同行以低价收购。此外，如今的低利率环境也可以以更低廉的成本向银行贷款来进行收购。而这一些收购或并购的公司的利好就是收购的情绪往往会带动股价。第二，就是疫情后收购的公司将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这也将会提高他们的收入与盈利。那么来到第3个领域，那就是拥有高股息的公司。原因是因为马来西亚的 OPR rate 隔夜利率已经是到了 1.75%， 一个很低的位置。那么很多投资者也就只好靠高股息的公司来获取利息，而这样的情况也让这一些公司拥有很强的抗跌能力和一定的需求。但是投资这一类公司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公司的基本面必须是要稳固的，而且时刻注意马来西亚的 OPR rate。 为什么呢？小编我将会在第4点为大家解释。那么马来西亚目前的历史新低的 OPR rate 隔夜利率，相信不可能永久保持不变，因为这将会很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所以当经济恢复之后，相信国家银行也将会把 OPR rate 提高，而到时候高利息的公司可能将会失去一部分的投资者，因为它将会回流到银行的各种金融产品。那么说了这么多，第4到底是什么公司呢？它就是会在当 OPR 隔夜利率提高时获利的公司。简单来说，就是一些银行和拥有庞大现金的公司。那么银行的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当 OPR rate 提高，银行的 Net Interest Margin 净息差将会提高，而这也将提高他们的收入。之后为什么说拥有庞大现金的公司也将会从中获利呢？这是因为 OPR rate 一旦提高，银行存款或者是定期存款的利息也将会提高，而到时候这一些拥有庞大现金的公司也将会得到更高的利息收入。但是同时拥有很多贷款的公司则是需要偿还更多的利息。那么你们觉得下半年的马股将会是喜多于愁还是愁多于喜呢？这里也来做个统计，觉得下半年马股将会迎来反转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觉得下半年马股继续走低的，请在留言区打上2，并分享您的高见哦。此外，下支影片将会有重量级嘉宾，大家记得留守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